坦克被称为陆战之王，德国的豹二坦克更被视为当今性能最好的主战坦克。近期，德、美、西班牙等国援助的一大批豹二坦克即将抵达乌克兰。经历80年的历史风霜，德国坦克再次出现在了前苏联的土地上，俄乌双方的坦克大战似乎已不可避免。这次豹二坦克的对手是俄罗斯的 T72 主战坦克，时间仿佛被拨回到上个世纪。二战时期，豹二坦克的前辈豹式坦克就曾与 T72 的前辈 T34 坦克上演过一场惊心动魄的坦克对决。豹式坦克对阵 T34 坦克的结果究竟如何呢？豹二能不能吊锤 T72 坦克？我们接着往下看。豹式坦克的诞生主要就是为了应对苏联的 T34 坦克，也可以说豹式坦克就是为了猎杀 T34 而生的。1941年德国进攻苏联时，其装甲兵装备的大多是2号坦克、PAN-ZER 35T 坦克和 38T 坦克。3号和4号坦克算是德军中比较先进的，3号和4号是标准的德式坦克设计，装甲方方正正的，装备50毫米和75毫米火炮。3号坦克要在100米的距离开炮，才能对 T34 的轻械装甲构成威胁。4号坦克的短管炮威力更弱，苏军的 T34 和 KV-1 坦克装备的76毫米火炮，却能在500米的距离轻松击穿德军坦克的装甲。刚开始遇见 T34 时，德国坦克完全不知道怎么应对，这便是战争初期的 T34 危机。苏军在开战初期蒙受了巨大损失，但苏军一线的坦克部队仍然凭借 T34 坦克给德军造成了不小的损失。比如在姆岑斯克坦克战中，德军就被苏军的第4坦克旅刷了战绩，苏军直接诞生了5个击毁20辆坦克以上的王牌。第4坦克旅打成了近卫坦克第1旅，最终德军凭借更出色的战略战术击溃了苏军防线，但坦克方面的劣势让古德里安忧心忡忡。德国正在研发新型坦克，根本解决不了 T34 危机，计划必须做出变动。于是古德里安派了一个坦克委员会去战场评估 T34 坦克，并根据 T34 的特点指导德国下一款坦克的研发。经评估， T34 坦克的优势体现在3个方面：76毫米炮的口径和威力，轻械装甲带来的防护能力，以及较宽履带提供的机动性。德国的新坦克必须能够对抗 T34， 戴勒姆、奔驰和曼恩公司接下了重任。奔驰拿出了类似 T34 的设计，以确保坦克拥有 T34 一样的可生产性。曼恩公司则拿出了符合德国传统的设计，使用汽油发动机、大而宽的车身、坚固的炮塔，采用扭力棒的悬吊系统。希特勒本来打算使用奔驰的设计，但在诸多将领的劝说下，最终选择了曼恩的方案。奔驰的设计太像 T34 了，可能会造成战场误伤，而且曼恩的设计可以直接使用莱茵金属的现成炮塔，大大缩短了研发周期。毕竟危机就在眼前，等奔驰的新坦克造出来，德军可能已经被 T34 打烂了。奔驰的设计可生产性强，相应的性能就没那么厉害，拿出来也就跟苏军的 T34 五开，打消耗战还可以，但不适合德军的闪击作战。就这样，曼恩拿到了新型的5号坦克，也就是豹式坦克的订单。1942年9月，豹式坦克的样车出炉，经测试后被军方敲定，并于同年12月正式投产。1943年，豹式坦克正式投入使用。豹式一诞生，就赶上了人类历史上最大的坦克会战——库尔斯克战役。苏军的主力坦克依然是各种型号的 T34 坦克，这2种坦克究竟孰强孰弱呢？我们拿数据来说话。豹式坦克有很多衍生版本，它们的设计基本保持不变，各型号之间的差异相对较小。以1943年的豹式 A 型为例，豹式坦克是标准的中型坦克，全重40多吨，炮塔装甲厚100毫米，前部上层装甲厚80毫米，防护性能相当于120毫米的垂直装甲。豹式坦克的行进速度可达55千米每小时，超越了大部分 T34 坦克45千米每小时的速度。豹式坦克装备了一门莱茵金属公司生产的没有拖曳的75毫米7式倍镜主炮。75毫米炮并不算是大口径火炮，但豹式的主炮却是二战中最具威力的火炮之一。豹式坦克主炮的炮管比当时任何一种坦克都要长，超长的炮管赋予了炮弹更大的炮口出速和极为离谱的精准度。豹式坦克主炮的威力可以在1000米左右距离击穿任何坦克的前部装甲，即便是重型坦克见了豹式也得绕着走。豹式坦克堪称是二战时综合性能最强的坦克，它的平衡性非常出色。德国人在火力、防御、机动性之间找到了一个稳定的平衡点，并将它赋予了豹式坦克，这就使得豹式坦克在作战时表现相当出色，特别是对上苏军的 T34 坦克时，往往能打出十分惊人的战损比。在库尔斯克会战前，希特勒不希望将豹式坦克过早投入战场，但古德里安表示，
豹式坦克的性能十分优良，可以担任德军装甲兵的主力。果然，豹式坦克在库尔斯克战场上大显神威，德军共有184辆豹式坦克参战。战斗中，往往几十辆豹式就敢与苏军几百辆坦克交战，他们经常以一敌众，一炮接一炮地摧毁苏军坦克。据德国军方的战后统计，这几十辆豹式至少打爆了300辆坦克。当然，豹式坦克也不是没有缺陷。你猜为什么这么大的战役，德军出动的豹式这么少？因为大部分的豹式都在后方维修呢。豹式的设计师完美主义有些过火，早期的豹式坦克过于追求性能，从而导致机械故障频发。豹式坦克的履带和悬吊系统经常故障，引擎也容易因过热而发生火灾。一壶茶，一包烟，一辆豹式修一天，可以说是德军机械师的真实写照。以德军第48坦克团为例，该团总共200辆豹式坦克，开战后131辆待修，能投入战场的也就几十辆。当时的豹式坦克堪称是德军后勤的噩梦。将军们夸赞豹式，是因为他们不用亲自下场修坦克。不过呢，玩笑归玩笑，德军还是挺重视这个问题的。库尔斯克会战后，经过德国军工部门的努力，这些故障点被一一解决了，豹式坦克真正成为了战场的主宰。我们再来看看苏军的 T34坦克。由于豹式是针对 T34 设计的，我们拿普通的 T34 比较过于欺负人。这里就拿苏军的 T34-85坦克为例。T34-85坦克是一款对标豹式的中型坦克，同时也是 T34 系列中威力最大、性能最好的坦克。德国的豹式虎式出来以后，打苏军坦克就如同砍瓜切菜。为了对付德国坦克，苏联给 T34 坦克装上了威力更强的85毫米火炮，同时加厚了装甲，增加了无线电通讯设备。T34-85坦克于1943年末开始大批量生产。尽管 T34-85坦克性能优于 T34 和 T34-76，但一些小细节基本没什么变化。盖上舱盖后， T34-85坦克指挥官往往不能通过目视口浑浊的玻璃看清车外情况，坦克成员也只配备了单目潜望镜。相比之下，豹式坦克为机组人员设计了高质量清晰的潜望镜，为炮手配备了5倍放大的望远镜，还给指挥官装备了全景测距仪。因此，豹式坦克拥有远高于 T34-85坦克的战场感知能力。以坦克几千米的射程来看，先发现往往意味着先摧毁。在战场上，豹式坦克的机动性十分出色，宽阔的履带能带着40多吨重的坦克轻松穿越泥沼地。优秀的引擎和悬挂系统能帮豹式扫除前进中的障碍，假如不发生故障的话。而 T34-85坦克和美制 MC-4 谢尔曼坦克则经常陷入泥沼中，寸步难行。下面来看最为关键的坦克火力。德国人的总结报告显示，豹式坦克可以在2500米的距离击毁谢尔曼坦克，在2000米的距离击毁 T34-85坦克。而这两种坦克想要击穿豹式，就必须靠近到700米、500米的距离，这还只是击穿前部装甲的距离。谢尔曼坦克和 T34-85坦克即使是脸贴脸，也打不穿豹式坦克的炮塔正面装甲。最后是坦克成员的战斗力。豹式坦克的成员没有像德国早期坦克兵那样接受大量训练，但都必须经过4个月的实际操作练习。4个月结束后，还有岗位操作培训、战术理论培训以及各种演习。苏军坦克兵则不具备这种条件。T34-85坦克的成员水平差距较大，指挥官是经过培训的毕业生或者战场老兵，但普通成员的战斗素质远远没有达标，只能由指挥官临时培训或者在实战中积累经验。这样的士兵战斗力自然不如训练有素的德军。经过以上对比，我们基本可以得出结论：豹式坦克机动性更强，士兵素质更高，摧毁距离更远，还可以先敌发现目标。所以 T34-85坦克对上豹式坦克根本没得打。在1944年的科尔松战役中，6万德军被苏军包围，党卫军的维京师承担了为大部队殿后的任务。维京师的一个坦克歼击分队只剩下1辆豹式坦克和1辆坦克歼击车，但就是这1辆豹式打出了小说里都不敢写的战损比。这辆豹式坦克是满状态出场，它与歼击车互相配合，阻击苏军坦克。战斗在2000米开外就开始了，豹式坦克一炮接一炮的轰击苏军坦克。苏军的 T34 和 T34-85根本伤不到豹式，他们在行进中被豹式的火炮一辆接一辆掀翻。豹式坦克抱着必死的决心，不断装填弹药，不断射击，不断有苏军坦克倒在豹式坦克的怒吼中。但苏军铁了心追击，几乎是不计伤亡的往上冲，打爆1辆又来10辆。洪水般的苏军坦克接近了豹式，但还是不能让它停止行动。最终，这辆豹式坦克打光了所有的弹药，被苏军从侧面击中有效殉爆。经过战后统计，苏军为处理这支部队伤亡了79辆坦克，其中豹式坦克击毁了67辆，打出了1:67的战损比。看到这里，你还会相信电影中1辆 T34 打翻6辆豹式的剧情吗？
经美军统计，平均一辆豹式坦克可以击毁5辆谢尔曼坦克或者9辆 T-3485坦克。这个数据我们也不知道准不准确，因为豹式坦克打美军坦克好像比对付 T-3485坦克还容易。在西线战场，豹式坦克经常1打10，一炮干碎一辆谢尔曼，给盟军留下了极大的心理阴影，吓得盟军掏出重坦来对付豹式。而且盟军往往一看见豹式和虎式就赶紧呼叫空中支援，先把战场炸一遍再说。盟军的反应无疑是对豹式坦克强大战斗力的认可。苏军想要战胜豹式坦克，基本只有一个办法，拿数量砸死它。德军在二战期间总共生产了6000多辆豹式坦克，看上去还不少，对吧？但在同时期，苏军生产了大约57000辆各种型号的 T-34，苏军的人数优势弥补了坦克性能的劣势。豹式坦克再强大，面对数不尽的空袭和几万辆坦克组成的钢铁洪流，最终难逃落败的命运。而现在，命运的车轮再度将这对宿敌送上了曾经的战场，一切都好似命中注定。豹式坦克的后辈豹2坦克现身在东欧的土地上，对面站着的正是 T-34坦克的后辈。作为世界上最先进的坦克，豹2坦克究竟能否一雪前耻，还是要重蹈覆辙，我们就拭目以待吧。好了，本期的分享到这里就结束了。喜欢二战的朋友可以点个关注，下期和您分享更精彩的内容。我们下期再见。